作为一个网络跟存储区的 UP 主，金水会经常收到一些非常新的网络产品。那很多新产品呢，虽然说性能非常强，但是由于我对产品不熟悉呢，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断网掉线呢，对我来说呢是家常便饭，也给我的同事和小伙伴造成了不少的麻烦。为了大家呢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环境，欢迎来到网络改造计划第1期。那这次呢，我一共选了2套设备，一套呢暂时保密，那么另外一套呢，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就是这个颜值非常高、非常小众的高端产品 Ubiquiti 优倍快。优倍快呢是一个海外品牌，它在北美地区的产品力跟口碑呢都非常的不错。它的产品涉及网络以及通讯、安防等等相关的设备，还有网关、交换机、AP， 还有监控摄像头、门禁系统等等，也是那种极少数企业级产品里面可以做到 B 端 C 端通吃的。那么网上其实有很多的频道主都评测过他家的产品，那用过的都说好，就属于用过就回不去的那种。但是他家的企业级的产品呢，整套下来，但说实话这价格真的不便宜。那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退货呢，我就先找朋友借了一套。所以呢，本期视频呢是纯的自己的使用感受，那没有恰饭，大家放心使用。那本次金水选择了 Unify 针对家庭和小工作室的这么几个设备，一共4组设备。第一个呢，就是他家最近推出的超级云网关。那大家可以看到啊，他们家的产品呢都是白色的外形，非常亮眼。中间呢有一个1英寸的屏幕，那它是可以实时显示设备的相关信息的。那这个也算是他家的设计语言了。那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非常强大的路由器，那也是他们整套网络架构的核心。那我呢，主要把它当做核心的网关或者是主流 UI 使用。那么它呢，可以同时接入2条宽带，那么正好满足我的需要。那大家看到另外一个呢，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万兆的交换机，那主要负责我这儿内网的几台设备剪辑和主 NAS 之间的通信。那用万兆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了，那它的主要功能呢，就是负责我们几台剪辑的电脑的互相连接和我们的主 NAS 的连接。那这个呢，是他们一个 PoE 交换机呢，最大的支持210瓦。那在我这儿呢，是负责连接无线 AP 的。那之前呢，给大家讲过不少的交换机。那这台设备它可以实现在传输数据的同时，也可以同时为这个设备供电。那么只要一根网线就可以解决数据传输跟供电的问题。那这样呢，就可以在我部署网络的时候呢，极大的提高了它的便利性跟自由度，那不再受电源的这个限制了。最后呢，大家看到这2个小柱子呢，就是他们的 U6 Mesh， 也是2个非常经典的 AP。那么 WiFi 的部分呢，就由他们哥俩来负责了。Unify 非常经典的 U6 AP， 那么2台以上呢，可以开启有线的 Mesh 组网。那么说实心话，我是真的喜欢他们家这2个 AP， 外观极致简单，没有多余的一点东西。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它们真的非常小巧，它只有一个听装的可乐的大小。你可不要看它的个头比较小，但是它拥有非常可观的待机量。你甚至可以手动调节2个设备的覆盖参数的阈值。那这样呢，就不会出现无线设备在2个 AP 中间的时候漫游出错的问题了。那每一款的产品的安装方式呢都非常多样，那几乎是所有的设备都可以上墙。而且每一款产品呢都赠送了一个带水平的卡纸，那你可以方便大家定位和安装。那这组设备呢，金水已经拿到手用了大概1个多月的时间，那从来没有掉过线。你也可以通过它自带的配件把它安装到柱子上，或者是吸顶安装。U6 这个包装里呢还自带了 PoE 的模块，即便你家没有 PoE 的交换机，也可以通过这个模块使用普通的交换机来驱动它。这次选择的产品呢都是比较小巧的，那大家可以看到啊，它非常省地方，那也更容易融入家庭或者是工作室的环境。既省去了买机柜的预算，那也比企业级的产品呢外观看起来更容易接受。更新完这些设备之后，重新登录一下 WiFi 就可以了。所有的小伙伴呢都是无感迁移的。那说到这个 Unify 的系统呢，就要说一下它的 Web 管理后台呢，这个是我见过最简单且科技感十足的控制页面了。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实时的网络连接的情况、流量的分类情况，还有活跃的客户端等种种的信息。那你可以非常方便的从导航栏里找到 Unify 自动生成的网络拓扑。那你可以看到目前有哪些设备在线，那么网络中呢是有哪些用户正在连接，正在连接的那台设备呢，它的 IP 地址是多少，用了多少个端口，用的哪个端口，它的连接速度是多少，用了多少流量，都一目了然。即使我不在工作室，那你也可以随时随地的通过 Unify 的 App 在手机或者是平板等移动设备上远程管理网络设备。那这个时候呢，即便我在外面，那也可以看到大家在上班的时候呢都看的什么网站呢？有没有摸鱼呀？哪台设备的下行数据最多呀？是不是在下电影啊？那么如果你看到流量跑得最凶的那个设备，那么当然你是可以限制它一下流量的。那之前呢有很多网友留言说自己家里的网络拓扑呢实在是搞不太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更不用说呢一些架构比较复杂的公司或企业了。那所以呢很多公司都会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或者是岗位吧，它来管理它的网络设备。那 Unify 的产品在正确的连接之后，它会自动的帮你生成一张非常好看的网络拓扑，来显示你的网络拓扑以及彼此的连接方式。那么这张图怎么说呢？就非常苹果。那它的系统呢会自动辨认在线的设备以及型号。那虽然呢不是所有的型号的名称都能对得上，那但是你可以从这张图上一眼看到有哪些设备在线。那么这些设备里哪些是 WiFi 连接，哪些是有线连接？那么 WiFi 连接的设备呢是连接在哪个 AP 底下的？它的网络连接速度，它的健康度大概是多少？点进去之后呢，你还可以看到这个设备用的是什么频段，以及其他更详细的网络信息、实时传输速度等等等等。它用了多少流量？它的流量来源于哪些网站？那在这里呢，我们还可以让它显示数据流。那这个动效呢就非常非常炫酷。图形化界面的好处呢，就是一切操作看起来呢都非常之直观，即便你没有专业的知识背景，那么也可以非常轻松的看明白。那稍微有点网络基础的老板，你甚至是可以直接自己上手操作。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可以帮你解决一部分管理成本的。那么另外一个金水觉得非常实用的点，就是之前不少网友也会经常问我，像一些大一些的户型啊，或者说公司面积比较大，那么如果一个 WiFi 不够完全覆盖，那么应该在什么样的点位布置什么样的 WiFi 或者是 AP 节点呢？布置多少更合适的？其实这个问题呢比较难回答。那么如果你布置的少了，那就会有死角；那布置的多了呢，它还会相互干扰。那么这些问题呢，一直都是网络部署中的痛点和难点，甚至一些非常有经验的网工师傅呢，也经常容易翻车。而 Unify 自带的设计中心就可以很好的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而它这个功能在别的品牌的企业级产品里才有，甚至都是收费的。那么你可以从这里导入你家的户型图，或者是办公室的平面图，然后根据图示你可以手动画出墙体。那你只要告诉这个系统哪些是实墙，哪些是轻质的隔断，哪些是属于玻璃隔墙，那你就可以通过它生成的 WiFi 的热力图来看得出来，哪些地方的信号呢比较强，哪些呢比较弱。那这个空间呢大概放几个 AP， 那位置放到哪儿会比较合适？那像我这个工作室呢，其实一个 AP 呢基本上也就够用了。但是工作室如果放在我们工作区呢，影棚这边呢，就会有一些地方的信号呢不是太理想。那么如果放两个呢，一个放到我的办公室里边，另外一个放到影棚的顶端，这样呢就可以基本满足全部区域的信号覆盖强度，那都在一个完全理想的状态。那有了这个功能之后呢，大家在网络部署或者选择设备上呢，就会有一个相对准确的参考。我们使用了1个多月的 Unify 的这个产品，那真的也让我体验了一把什么叫用了就回不去了。首先呢，毋庸置疑是它精致简约的外观，在移动的传统的这个设备里面，绝对是降维打击的存在。优秀的 UI 设计以及极其低的上手难度，那更是碾压一众的传统大厂。设置起来非常简单，你需要做的就是把所有的设备都插到相应的接口上就可以了。连接完成之后呢，你就可以在一个 Web 管理界面上管理所有的在线设备，甚至呢还可以让这些设备彼此之间联动。性能稳定，技术过硬，
就是这家公司原来是做无线网桥的，甚至还拿过世界第1的记录。另外一个呢，就是产品线非常丰富，不但有用在办公室或者家庭的中小场景，甚至还有大型的商超或者体育场馆的大型场景。那么理论上来说，无论你是拥有别墅的大富之家，还是拥有几层写字楼的商业精英，那么在他家你都是可以找到适合你的产品的。那非要挑毛病呢，我觉得它的唯一的缺点就是贵了。那当然这个也有可能是我的缺点。好了，到这里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可以在你选择网络设备的时候呢，给你一些的帮助。您的每一次点赞、评论和转发都是我不断更新的动力，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我是金水，咱们再见。